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漫步走进便利店，她先是配合店员，用善意的方式教育一个偷东西的孩子。I happen to believe that you're worth more. Well, you better not be. You hear me? Yes, ma'am. Now I want you to go straight home. You hear me? Yes, miss. 随后来到货架前挑选起火鸡，就在这时，2名蒙面歹徒突然破门而入。可即便店员将钱都给了2人，他们还是砰的一枪将其轰飞。老妇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个寒冷的雪夜。死去的老妇人并不是普通人，她一生向善，30年间收养上百名孤儿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，区分是非善恶。这些孤儿大都被人领养，唯有4个最调皮的留在老妇人身旁。她也独自将这4个孩子抚养成人。得知母亲遇害的噩耗，多年未见的4兄弟再度聚首。老大鲍比脾气火爆，头脑聪明却行事冲动，更是因此进过监狱。老二杰瑞一直留在母亲身旁，现在已经结婚生子，改掉之前的坏毛病，成为居民眼中的老好人。老三安吉尔同样暴躁鲁莽，不过在当兵后收敛不少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初恋维娜。刚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正和男友打得火热的维娜抢回来，搞得2人大晚上被开车追杀。老四杰克模样帅气，热爱摇滚，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。4人尽管性格迥异，肤色不同，但早已将彼此当作亲兄弟。如今他们终于齐聚，有说有笑地打着招呼。可等推开房门，欢乐的气氛瞬间消散。看着那熟悉的环境，往昔的画面历历在目。为他们带来幸福的母亲却已经离世，悲伤在沉默中不断蔓延。4兄弟的心仿佛被狠狠抓了一把，唯有无尽的痛苦与自责。就连最为暴力的鲍比也躲进卫生间，拼命压抑着情绪，低声啜泣，但这显然毫无作用，那毕竟是他最爱的母亲。Jesus Christ, our Lord and Savior, thank you for this day. 隔天吃饭时，沉重的气氛仍未消散，兄弟们时常偷偷看向空荡荡的主位，仿佛还能看到母亲布满岁月的面容，听到母亲苦口婆心的话语，训诫他们吃饭时禁止发出声音，教导他们不能沾染不良恶习，安慰他们不要因为过去的不堪而自卑。满含善意的声音仍在4人耳畔回荡，却再也不会在这冰冷的房间响起。 I know bad things happened to you before you came to me, but you're safe now. 鲍比注意到兄弟们脸上的凝重，也明白他们心里想的什么。为了缓解这压抑的气氛，他主动带兄弟们去冰球场上放松，在这里笑容重新回到4人嘴角。欢闹结束，4人来到酒吧商议下一步行动。他们都清楚各自的目的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必须亲手解决凶手。可杰瑞眼下已经成家，不愿再回到混乱暴力的生活。他认为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就行，但其余3兄弟显然不这么想。等杰瑞离开后，3人从酒保口中得知篮球场对面的混混知晓这件事的内幕，当即带上武器，伪装成警察闯进据点。一听警察出现，混混们顿时作鸟兽散，热闹的据点眨眼间仅剩几人。鲍比作为曾经的街头恶霸，狠辣手段层出不穷。他直接在混混头目身上浇满汽油，逼问案发当晚是谁在便利店抢劫。听到这话，混混头目直呼冤枉，因为老妇人是在11点遇害，篮球场10点就关门了，当时他们根本不在现场。但鲍比根本不相信这番话，挟持着头目来到篮球场。却不料10点刚过，篮球场便准时熄灯。显然头目没有撒谎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尽管线索中断，
但鲍比却从里面嗅到阴谋的味道。他清楚有些职业杀手会将谋杀伪装成盗窃或抢劫，并在之后付钱收买证人，引导警方调查错误的方向。可这根本说不通。母亲一生与人为善，谁又会雇佣杀手杀害她呢？为了查明真相，隔天兄弟4人来到母亲遇害的便利店，他们强忍悲痛，通过监控眼睁睁看完抢劫全过程。鲍比瞬间肯定自己的猜想，2名歹徒明明已经拿过了钱，却还是对母亲痛下杀手，显然他们的真正目的根本就不是抢劫。这时便利店老板提起，之前警方调查时曾盘问一个留有爆炸头的黑人证人，长达1个多小时，这里面显然有猫腻。根据老板提供的线索，满腔怒火的4兄弟冲进篮球场。Ready? 鲍比拔枪强行中断比赛，表示自己在找一个爆炸头黑人。话音刚落，杰克注意到观众席一个男孩面色不对，鬼鬼祟祟就要溜走。他急忙快步追上，联合安吉尔将男孩拦下。原来男孩就是证人的弟弟。4人从他背包里找到住址，急忙驾车到楼下蹲守。等待期间，杰瑞因为要送孩子上课先行离开。不久后，证人出现，3兄弟急忙跟上。但冲动的鲍比因为掏枪打草惊蛇，让证人抢先一步躲进电梯，他们只好爬楼梯追赶，留下杰克看电梯会停在几层。等得知证人所在楼层，鲍比不顾气喘吁吁的安吉尔，一马当先追了过去。却不料证人放出恶犬，这下鲍比傻眼了，他可没学过打狗棍法，很快便被2条恶犬扑倒。好在安吉尔及时跑来，用灭火器帮他解围。但证人已经趁机拿起手枪，向窗外抛出绳子逃走。眼看对方在半空中负隅顽抗，鲍比心中的怒火一下窜了上来，气急败坏的手起刀落将绳子砍断。Man, you must be freezing. 等3兄弟不慌不忙地来到楼下，他的左腿已经摔断，就剩半条命了。面对3人的逼问，证人原本还咬死不说，但身体的疼痛加上刺骨的严寒，让他再也坚持不住，只能承认自己收了2个人的钱作伪证，其中1人留有山羊胡子，并告诉了鲍比他们2人时常出没的地点。3兄弟跟着指引来到一家酒吧，巡视间杰克率先找到2人，但他因为动作太大，同样被杀手注意到。人狠话不多的杀手直接拔枪就射，紧接着迅速朝后面逃去。等3兄弟追出，2人已经驾车溜走。鲍比见状，急忙招呼兄弟们上车，双方在漫天大雪中展开激烈追逐。但因为鲍比的车胎没有装防滑链，每次转弯都要消耗一辆无辜汽车。眼看3人穷追不舍，杀手举枪向后扣动扳机，这让暴脾气的鲍比怎么能忍受？当即命令安吉尔开枪反击。安吉尔不愧是当过兵，精准一枪命中开车的杀手，只可惜没有伤到要害。他们自己的车胎反而还被打爆，这下杰克有些慌了，连声劝鲍比停车，可已经追到兴头上，鲍比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他猛踩油门，不断缩减着双方距离。一个漂移将杀手驾驶的汽车撞翻过去，见此情景，3兄弟急忙下车。不过为了保护杰克，鲍比并没有让他跟来。2人将奄奄一息的杀手揪出汽车，乒乒乓乓一顿猛揍。眼看他们什么也不肯说，鲍比与安吉尔同时举起手枪，带着多日积攒的愤怒扣动扳机。他们亲手解决了杀害母亲的仇人。次日清晨，警探格林与搭档富勒赶到现场，他们很快便查到死者职业杀手的身份，顿时明白这是鲍比兄弟的复仇，当即便找上了门。富勒拿出一袋毛发，声称这是鲍比的头发，今天在尸体旁找到。不过鲍比之前是警局常客，清楚这是栽赃逼供的手段，根本就不接话。安吉尔则发现格林话中的疑点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死者是职业杀手的？这个问题顿时让2人无话可说。恼羞成怒的富勒做事就要动手，眼看气氛不对，格林急忙拦住2人。他清楚鲍比等人和杀手的死脱不了干系，警告3兄弟，再有什么发现及时通知警局。
千万不要和黑帮作对，毕竟如果一直敲地狱的大门，总有一天会遇到魔鬼的。而格林猜的也没错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地黑老大维克多。维克多排气暴躁，嚣张跋扈，根本不把手下当人看，辱骂殴打只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还会让办事不力的手下趴在地上学狗吃饭。众小弟对此事敢怒不敢言。现在维克多已经得知雇佣杀手身亡的消息，急忙命人前往调查，而同时在调查的还有鲍比三兄弟。他们从杀手证件上找到他们的住址，准备去搜查一番，但安吉尔却被女友维娜拦下。这几天他早出晚归，让维娜备受冷落。这次维娜说什么也不肯让安吉尔离开，无奈之下，鲍比只能带着杰克前去调查。除了铺满一床的武器外，二人还找到一个照相机，或许里面记录着什么线索。而留在家里的安吉尔原本一肚子怒气，不过在看到洗衣机上的维娜后，顿时食指大动，将所有的不快抛在脑后。可正当二人准备大战一场时，保险公司的调查员突然敲响房门。原来杰瑞曾给母亲买了大额保险，现在母亲遇害，杰瑞能得到40万美元的赔偿金，但因为他曾经的不良记录，再加上现在已经破产，很可能存在骗保的嫌疑。调查员特地来查明此事，这番话说的安吉尔一头雾水，为什么杰瑞从没提起过此事呢？满心疑惑的安吉尔急忙找到杰瑞曾经的工人，得知调查员说的确实是事实，杰瑞已经破产，他因为一个房地产项目被黑帮盯上，和这些人走得很近，而杰瑞的账户则被1个亿元冻结。他清楚杰瑞和哪些人有瓜葛。不久后，鲍比与杰克满载而归，并从照相机里看到律师曾和母亲在一起，但上次领取遗产时，律师明明表示自己只和他们母亲见过一次，显然这老家伙在撒谎。情况紧急，安吉尔顾不得说出自己的调查，跟着鲍比他们来到律师的豪宅。4兄弟把准备回家的律师按在雪地里胖揍一顿，年迈的律师哪里扛得住这些，急忙说出了一切。原来他之前一直和鲍比他们母亲暗中交往，因为顾及二人的名誉，所以没有公开。如果这件惨剧没有发生，律师很可能已经成为鲍比他们的父亲了。清楚这都是误会，鲍比他们急忙向律师道歉，夹着尾巴灰溜溜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安吉尔还是忍不住把杰瑞破产的消息说了出来，不过他仍对二哥抱有一丝希望。隐瞒了保险的事，一听自己兄弟被人欺负，暴脾气的鲍比又忍不住了，带着杰克找到议员，砸烂他的车并浇上汽油。被这么一下，胆小的议员瞬间魂飞魄散，当即把维克多供了出来。就在鲍比二人有所发现的同时，杰瑞已经偷偷取出那笔赔偿金。这一幕被安吉尔看在眼里，此刻的他已经彻底失望，认定母亲的死一定和二哥脱不了干系。安吉尔急忙把鲍比与杰克叫到保龄球馆。不久后，杰瑞出现，偷偷将一笔钱交给维克多的手下埃文。安吉尔见状也说出保险的事，这下兄弟三人同时怒火中烧。他们等杰瑞离开后找到埃文，气势汹汹地要回那笔钱。不过在来到杰瑞家外时，三人却犹豫了。无论如何，杰瑞也是他们从小到大的兄弟，在家人面前撕破脸总归不好。最终，安吉尔给杰瑞打去电话，约他明天在母亲家见面。与此同时，维克多将议员叫到家，他已经得知议员将自己出卖给鲍比，准备好好教训他一番。不过现在维克多还有更重要之事，他得知手下即将结婚，便不怀好意地提起让手下的未婚妻陪自己几天。碍于维克多的狠辣，手下不敢反抗，只能把这份屈辱咽到心里。隔天，杰瑞来到母亲家中，刚进门便迎来兄弟们的质问。脾气火爆的鲍比更是没忍住，上去砰地给他一拳，脸上的疼痛让杰瑞十分愤怒。兄弟们的怀疑更是让他万分心寒，他倒在地上满脸委屈，将这些年的遭遇通通说了出来。三兄弟长大后便远走高飞，是他自己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照顾，负责他的衣食住行。那份保险完全就是意外，况且受益人还是杰瑞的2个女儿。杰瑞越说越气，解释说之所以昨天给埃文钱，是因为他把全部积蓄都投进房地产项目，也清楚是维克多一直在暗中使绊子，所以想用这笔钱让他高抬贵手。争吵间，房门突然被人拍响，杰克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路上侮辱他的母亲，这句话瞬间引燃杰克的怒火，他不顾一切追了上去，却不料这一幕刚好被鲍比看到。然而下一刻，2辆厢型车急速驶来，紧接着冲下一帮荷枪实弹的暴徒。鲍比见状，尽管心急如焚，但对方火力实在太过凶猛，他也只能返回屋内躲避。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不断射来，
眨眼间便将房屋打得千疮百孔。听着杰克绝望的呼喊，躲在窗下的鲍比砰的一枪解决一人。杰瑞也因为杰克中弹打出真火。安吉尔则趁乱逃到2楼，举枪双枪击毙一人。随着对方接连减员，鲍比只觉志气大振，拿着板砖冲了出去，扑倒一人后含怒挥拳，如发疯般咚咚咚连续砸下。安吉尔见状也奋不顾身从2楼跳下，踢落一个暴徒的武器。就在这时，最后一名暴徒突然发动汽车冲来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杰瑞驾车成功救下他的性命。等混乱结束，3兄弟急忙查看杰克的伤势，却发现他满嘴猩红，最终在鲍比怀中失去性命。还没为母亲报仇雪恨，又失去一个兄弟，3人心中都悲痛不已。漫天大雪中，唯有他们绝望的哭喊。愤怒的鲍比找到奄奄一息的暴徒，得知是维克多派他们前来，果断扣动扳机。不久后，格林等警员赶到现场，此刻3兄弟仍沉浸在悲伤中。他们完全想不明白，母亲和维克多明明无仇无怨，为什么维克多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不过格林已经查明真相，原来对儿子了如指掌的母亲已经得知维克多给杰瑞使绊子，并掌握了关键性证据。遇害当天，他曾去警局报案，却遇到和维克多勾结的富勒。富勒并没有上报这件事，而是把证据交给了维克多，这才导致4兄弟母亲遭到报复。现在格林要去收拾这个衣冠禽兽，他当即找到富勒，举起球杆痛揍一顿，并没收他的警徽。但格林忘了一件重要之事，那就是取走富勒的武器。心狠手辣的富勒追出后门。这个刚正不阿的警探丧命在无人问津的小巷中。做完这些，富勒联系上警局，谎称格林被混混袭击，顺利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不久后，格林与杰克的葬礼同时举行，刺骨的寒风仿佛吹入3兄弟的内心。让他们彻底绝望。看着眼前支离破碎的家，鲍比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回来，至少那样杰克还能保住性命。杰瑞也提起应该用那笔赔偿金与维克多讲和，否则他一定还会再派来杀手。但这个显然是个蠢主意，毕竟维克多那种人根本没有信誉可言。不过这倒是让鲍比想到了办法，他让杰瑞再度找到埃文，表示要用40万和维克多谈判。如此巨大的诱惑，维克多自然不会拒绝。不过他也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谈判时富勒必须在场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离开前，杰瑞和家人道别，他清楚这次谈判九死一生，但为了母亲，为了杰克，更是为了兄弟，他必须去这一趟。杰瑞带着满满一大包钞票找到埃文，跟着他们上车前往谈判地点。另一边的安吉尔也开始行动，他雇佣一个小男孩敲开富勒家门，趁机偷袭，用塑料袋蒙住富勒的脑袋。不过安吉尔并没有扣动扳机，只是等富勒撕开塑料袋将其挟持。然而就在兄弟们行动的同时，维娜竟来到警局，声泪俱下地提起自己男友要去杀害警察。这下事情大条了，全局警力同时出动，一窝蜂赶来，将富勒家围得水泄不通。听到外面急促的警笛声，富勒心中的慌乱瞬间消散，更是得意洋洋地说出自己杀害格林的经过。却不料安吉尔露出身上的监听器，表明自己已经和警方合作，现在富勒才是被包围的罪犯。富勒顿时脸色大变，恼羞成怒下反手夺过安吉尔的武器，挟持着他走出家门。这一幕让所有警察都傻了眼，他们接到的消息是来解决富勒，但这场面怎么看着不对。但此刻富勒已经彻底癫狂，警员们眼看富勒失去理智，只能开枪将其击毙。原来这才是鲍比的真正计划，利用富勒多疑的性格来一招借刀杀人。就在安吉尔完成任务的同时，杰瑞已经被带到一望无际的冰湖。不久后，黑帮大佬维克多乘车赶来，
肆无忌惮地嘲笑杰瑞的愚蠢，准备把他丢进湖里走人。然而下一刻，维克多突然被手下包围，他们看向老大的眼神也变了，仿佛一条条饿狼在注视鲜美的肥羊。原来杰瑞准备把40万分给埃文等人，他们本就因为维克多的羞辱心怀怨恨，现在有这么一个契机，毫不犹豫便选择背叛，局面瞬间转变，高高在上的维克多变成孤家寡人。不过他仍有恃无恐，因为笃定富勒一定会赶来。但维克多并没有等到富勒，反而等来了鲍比。苍白色的天空与雪原连成一片，鲍比仿佛从天而来的复仇使者，一步步走到人群中央。他交出武器，脱下外衣，要痛揍一番这个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二人在大家的起哄声中打成一团。一开始维克多还能占据上风，但随着战斗继续，鲍比那些遗忘的打架经验逐渐浮现，最终鲍比将所有愤怒汇聚在右手上，用一记凶狠的上勾拳，砰的一声让他再也站不起来。看着如死狗般躺在雪地中的维克多，鲍比命令众人把他丢进冰湖，终于完成了这场复仇，一切尘埃落定。毕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三兄弟免不了要被带进警局严刑拷打。不过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统一的口径让警察毫无办法，只能痛揍一顿后放人了事。最终鲍比与安吉尔决定在家乡定居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他们时常还会看到母亲慈祥的笑容，但那笑容里再也没有悲伤，唯有满满的自豪与欣慰。这部电影是一部难得的爷们片，推荐爷们和想了解爷们的人一定不要错过。